刚聊完兄弟，咱们接着说飞马。先抛个问题考考大家：提到飞马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经典的1X系列，还是把它推上巅峰的 M700，或者是更早的老伙计？可能有些新朋友不知道啊，飞马这牌子同样是有100年历史的老炮。最难得的是，它从一开始就认准了包缝这一条路，死磕，从没跑偏。只要做缝纫机有点年岁的，谁还没听说过飞马1256，对吧？那可是一代神机啊！后来的1X系列更是直接接棒成为市场上的硬通货，更别说直接把飞马抬上巅峰的 M700系列。那时候在包缝机的领域，飞马说第二，没几家敢站出来反对的。说白了，飞马这辈子就是跟湾真打交道的主，在这一块的话语权啊，那是几十年攒下来的硬实力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问题来了。首先是品类太单一，虽说飞马早在60几年就开始做全球化，但光靠包崩规模始终有天花板。更要命的是，它的拳头产品遇上了硬茬。当时的行业老大哥重机，人家推出的 MO 系列同样很能打，而且平台大，资源多，飞马还真有点招架不住。雪上加霜的是，08年前后天津公司整合，不少人才流失，这一折腾啊，间接助推了国产包缝机的发展。一时间，市场上竞争者越来越多，飞马的发展不再一片坦途。飞马发展遇阻，又不甘心躺平，接下来的操作属实有点出人意料。面对之前的困境，在向外拓展和向下竞争之间，飞马选择了直接嫁人，对象就是咱们刚刚聊过的兄弟。2010年，这2个品牌正式联手，当时看着啊特别互补。兄弟擅长缩类机型，偏偏没有包崩的业务，而飞马专注这一块，正好补上兄弟的短板。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这一场看似1+1必然大于2的合作，最终却没能擦出更大的火花。10年之后，这场合作以飞马再次改价画上句号。2021年，飞马与重机共同发布公告，宣布联手开发新的包缝机产品。你看，商业就是这么朴实无华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如果说和兄弟是优势互补，那和重机的合作就是强强联合。但问题是，这10年间市场早变了天。10到20这10年是国产包缝机高速发展的黄金10年。现在的市场早就不是当年的格局，国产品牌已经全面崛起，这给了准备重返赛场的飞马又一记当头棒。就说他和重机合作推出的新款 M900包缝机，业内评价其实不错，可到了国内市场就是典型的叫好不叫座，这不禁让我又想起了阿刁。命运多舛，使你淡然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经历了2次联姻，面对如今国产品牌当道的市场，飞马还有机会吗？大家来聊聊你的看法。